北用国际集团的这个收购案是个大项目，所有细节都不能忽视，大家费心了。CID。 Boss， 有警察来找你。周律师，重案组，李德天，有什么可以帮忙？你认识双六吗？哦，他遇车祸的消息我听说了。我们怀疑你跟他的死有关。怎么可能 ？Victor， 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警方不会无缘无故乱抓人的，是吧？我们当然有证据，要带你回警局协助调查，请你合作。我们大家都是律师，我知道自己没做过，所以不必担心。不好意思了，周律师。认不认识他？不认识，没见过。他叫杨欧文，他说是你主动找上他，付钱叫他撞死双六的。他还有你的名片，要拿到我的名片一点都不困难。你们不会因为一张名片就认定我们是认识的吧？我们查了你在加拿大爱德银行的户头，你分别在2025年5月30号转了200万到双的户头，接着又在2025年8月2号转了10万块钱到杨欧文的户头。你因为不甘心双骗了你一大笔钱，所以就找了和双完全没有关系的杨欧文，给了他10万块钱，要他帮你除掉双。我确实有投资双的公司，200万，对你们警方来说也许很多，对我来说，我绝不会因为这点钱杀人的。那你怎么解释那10万块？这个户头我是用来做一些私人的投资，除了我之外，我的助理梁世远也能使用这个账户。几天前我们发现一笔错误的转账，就是这一笔。我已经让石远通知银行处理，你们可以和银行核实。这么巧？那你说这笔钱原本是要转给谁的？转到我自己另外一个户头。银行转账不犯法吧？你们要是对哪一笔转账有问题，可以直接问石远，这些事情都是他来负责。会的，我们一定会请石远回来协助调查。8月3号早上11点到下午12点，也就是案发当天，你在哪里？那天是我女儿生日，你应该很清楚啊。请你回答我们的问题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我一整天都在家里，我儿子女儿可以作证。你跟他们不是很熟吗？可以自己去问。5分钟后出发去周洪涛的家。他们人呢？莎莎跟大侠去律师楼还没回来。哦，果然是大侠，有求必应，一说就到。查的怎么样了？我们在律师楼搜了一遍，没有任何发现。梁时元的口供和周洪涛说的完全对得上，没有问题。他是周洪涛的下属，口供可能早就对好了。银行那边查的怎么样？我跟加拿大爱德银行证实过了，周洪涛的投资公司确实在8月5号有联系银行负责人，通知他们关于错误转账的情况。
不过我还是觉得整件事情太巧。以周洪涛的身家和身份，应该很清楚教授杀人罪有多严重。他会为了这200万冒这个险吗？就算周洪涛真的想解决栓，以他的人脉和财力，怎么会选择杨欧文这样的一个人帮他处理这么重要的事？你认为是杨欧文故意陷害周洪涛，想让他背黑锅？我跟杨欧文的员工和健身房的会员聊过了，他们都说杨欧文除了健身还是健身，生活很规律，不沾烟酒，生活圈子跟周洪涛和栓还真的没有什么交集。可是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瓜葛，杨欧文更没有理由无缘无故去陷害周洪涛啊，除非他们是情敌哦。会让男人撕破脸的，除了钱就是女人嘛。我发现了一点，肖恩似乎很受女人欢迎，告他诈骗了30人里有25个是女人，看来他专挑女生为目标。我想起来了，杨欧文从不跟任何人有过节，但是听几个健身房的员工说过，几年前杨欧文曾经为了一个女人在健身房和人起争执，还差点打起来。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把这3个人牵扯到一起，也许一开始方向就错了。我们以为是诈骗引起的案件，也许一开始真正的原因是感情纠纷。我们现在集中调查周洪涛、栓六还有杨欧文身边的女人。 Yes sir。这，那现在谁要去周洪涛家？你们别太担心，师傅为人正直，绝对不会做犯法的事。48小时一到，警察就会放人啊。证据对他很不利。师傅肯定是被人陷害的，就算要打官司，我们也有一支强大的律师团队会帮他辩护，师傅不会有事的。希望我们的担忧是多余的。Sir, ma'am。Sir， 你是来搜证的。打扰了，能不能带我们去周律师的房间看一看？嗯。周律师和周太太看起来很恩爱。周太太过世后，周律师有没有想过再找个伴？周爸很爱周妈，没有听过他有这样的想法。就算他想找个伴，我们也不会反对。嗯。那周律师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？比如说，他有去健身房的习惯吗？他喜欢钓鱼和打高尔夫。周律师只有一台手机吗？就一只。你确定？以我们所知，确实如此。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是。你想知道什么？你跟周律师是什么关系？我一毕业就到超远超工作，周洪涛也就是我的师傅，我们认识有7年多了。我很尊敬他，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做人方面，他都教了我很多。坦白说，如果不是他的指点和提携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我。看来你很崇拜他，你们俩的关系一定很好。
那还用说？那你知道他身边有没有异性很要好的朋友？师傅跟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好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没什么，只是例行公事。很感谢大家的配合，如果还有什么需要，警方会再跟大家联络。冰晨儿，这是周爸的降血压药，他每天都需要吃，你帮我转交给他。你看起来很累，还是要多注意休息，知道吗？警方还在跟周爸录口供吗？我明白，你不能透露太多。我相信周爸的为人，他是不会杀人的。我也相信你爸，不过他的嫌疑很大，情况对他来说不是很乐观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真相，绝不会让任何人被冤枉。为什么 Victor 突然对师傅身边的女人这么感兴趣？哥说了，只是例行公事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你知情不报，影响到警方的调查工作，涉嫌妨碍司法公正。周书恒，我是你女朋友。我还是会公事公办。好了好了，我不想看到你们打情骂俏。曼宁，你到底知道什么？我也只是猜测，没有真凭实据，所以没跟警方说。师傅一直以来有一位关系很好的生意伙伴，我看过他们俩出双入对好几次了。你们还记得 Julian 的那个案子吗？就是他介绍的。你说的那个人是郑嘉玲，对吗？周爸有提过，他们是念同一所大学，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。你相信他们只是老朋友？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警方不会无缘无故突然想了解师傅身边的女人。你是说，他跟师傅的关系这么密切，或许他会知道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事。可盈，可盈，这么巧啊！哇 ，Oh my God， 这不是巧啊！我已经在这里跑了几圈，只是希望能遇到你。你取消了我们的午餐约会，我发简讯你也不回复，让我担心你。哎，终于碰到你了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你帮了我，我还没有谢谢你呢。Look, I know I've asked you this 1,000 times already, but are you all right? 你看起来很烦恼，不像是为了工作，是不是为了家里的事？我没有爸爸，我15岁，我妈妈就离开了我。Look, sometimes I wish I had family to worry about. 可以 if you really treat me as a friend, please tell me what's wrong. 是周爸，警方怀疑他涉及一起命案，被扣留问话。虽然我跟你爸爸只见过1次面，不过他不像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？我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我有种预感，真相会很残酷。也许周爸没我想象的那么好。可以 ，Nobody's perfect。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缺点，我们不应该让这些缺点减少我们对亲人的爱。可以，不管发生什么事 ，I'm here for you。OK。姐，弟，谢谢你陪我聊天，take care。
你不是送曼宁回家吗？怎么这么早回来啊？我看着曼宁安全进家门才回来的。没事，我不是在怪你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是来找我的吗？嗯。那个女人肯定知道什么。你说嘉玲？你怎么这么肯定？我不知道。不如我们去找她。嗯。为什么给我看这段视频？很明显，有人通过手机指引双六去到车祸地点。这个人就算不在现场，也能完成他的杀人计划。你是说这个人是我？证据呢？这就是证据。这张 SIM 卡是在你的公司包里找到的。我们通过这张 SIM 卡查到你跟双六的通话记录，你们最后一次通话时间点刚好就是双六出事的那一刻。你要怎么解释？这不是我的，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公事包里为什么有 SIM 卡，我没有买过。哎，你们可以去查。我们已经查过了，这张 SIM 卡是一名外籍劳工买的。你以为你叫他帮你买，他出了境以后，警方就查不到你？可是你太大意，杀了人之后没有立刻把 SIM 卡除掉，我们才有机会人赃并获。为什么要除掉双呢？应该不是为了钱。你深爱过一个女人吗？你深爱一个女人，发现她从来没有爱过你，你体会过吗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你直说吧。可以栽赃我的，就只有她了。可以栽赃我的，就只有她了。不吃早餐啊？有个会赶时间。路上小心。拜拜。你认为郑嘉玲跟双的死有关？郑嘉玲是肖恩公司的投资者，又是牵线人，为他拉了很多的投资。肖恩公司如果出事，影响最大的就是嘉玲。最希望肖恩死的，应该也是他。你对郑嘉玲好像挺了解的，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们大学时候就在一起了。她不愿意嫁给我，不愿意为了家庭放弃事业。可是我和婉清结婚之后，我还是忘不了她。所以你们又在一起了？她不介意我结了婚，所以我们就维持这样的关系，一直到今天。在公，我们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；于私，我们是情人。我的很多投资项目都交给嘉玲处理。那个账户，除了助理石远，他是另一个使用者。你很相信郑嘉玲？聪明一世，糊涂一世。英雄最后还是难过美人关。是男人都很难过他这一关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他外面还有别的男人，而且不止一个。肖恩肯定是其中一个。至于那个杨欧文，应该是他的小狼狗。你想说的是，郑嘉玲利用杨欧文除掉Sean，然后再嫁祸给你？
他为什么要陷害你？因为我拒绝他教训肖恩。请你给我多点时间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喂，别沮丧了，双不仅让我们损失了一大笔钱，我牵线的那几位投资者都说要告我跟双欺诈，我现在成了共犯啊！我被他害惨了。你只是个介绍人，法律上来讲，根本没什么责任的，不用担心。我的诚信被他毁了，我以后在这个圈子怎么立足啊？不行，我要他付出代价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就当你没有代言诗人，钱的损失就当交学费了。不行，不能就这样子算了，你一定要帮我给他一个教训。你不会为了一点钱要教训肖恩吧？是他自己不知好歹，我真的咽不下这口气。这些年来，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，你最了解我每个心思、每个决定。我们之间的感情是无可取代的。如果你不帮我，真的没有人可以帮我了。凡事不要做太绝，适可而止，免得两败俱伤，得不偿失。至于我的损失，你不用负责。郑嘉玲，我们是专程来找你的。你们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？在了解你和周爸是什么关系后，要查到你住哪里，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。我知道洪涛出事了，你们找我是要我帮忙吗？你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周爸为什么会找人杀了Sean？ Sean不是碰到交通意外死的吗？整件事情的具体状况我不是很清楚，但我知道Sean骗了洪涛很多钱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妈？害她一直哭。舒恒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跟你父母之间的感情，不是3言2语就可以讲清楚的。有些事情不知道比较好。那是舒恒跟他姐。跟他们说话的就是郑嘉玲。请问你是郑嘉玲小姐吗？我是。重案组 Victor Dia， 现在怀疑你涉及一起教唆杀人案，需要你回警局协助调查。你说你跟双溜是去年9月认识的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你之后就陆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他的电子废弃回收厂。你不仅是个投资者，还帮他牵线找投资。没错，我看好Sean的计划，除了投资之余，我还帮他找了很多投资者。投资失败了，我损失的不但是钱，连名誉都毁了，所以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你是不是因为这样怀恨在心，所以找人杀了Sean？我没有杀人，我也没找人杀他。杀人是很严重的罪行，我是知道的。是啊，为了那点钱，找人撞死Sean也拿不回钱。你没这么傻，应该不会这么做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和Sean的关系应该没这么简单。很多位女投资者都说Sean很会哄女人，对他们有求必应。其中几位还说你和Sean的关系密切。我看他更像是一个爱情骗子。那是做生意的一种手段。就算我跟Sean的关系不单纯，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难道是犯法的吗？警察。那你跟他又是什么关系？不要告诉我你不认识他。认识啊，我认识欧文5年了，他是我健身教练。只是健身教练，
杨欧文曾经为了你跟人起争执，还差点打起来。他的健身房又是你出钱帮他开的，你们两个不是像你说的那样，只是健身教练跟学生的关系那么简单。我看欧文怀才不遇，开健身房也是一种投资。至于他是不是为了我跟别人起争执，我不清楚。杨欧文跟双六的生活圈子完全没有交集，唯一的连接点就是你。杨欧文为了你什么都肯做，你就利用他对你的感情，帮你除掉双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胡乱猜测，没凭没据的，我会告你诽谤。不要再装了。周洪涛已经承认了你跟他的关系，他说是你从加拿大爱德银行户头转了10万块钱给杨欧文，是你把 SIM 卡放进公司包里栽赃给他。周洪涛也说，你曾经要求他帮你除掉双，这一切都是你一手策划的。他真的这么说？没错，周洪涛、双跟欧文都是我的地下情人。你同时和3个男人交往，一开始大家都相安无事，直到有一天，洪涛发现我跟双还有欧文的关系，他完全不能接受，一直耿耿于怀。我相信他是吃醋，利用欧文除掉双，一石二鸟。你觉得周洪涛做的这一切，都是因为嫉妒？我只是没有想到，他会为了自保，选择牺牲我。到底是郑嘉玲利用情人 A 杀了情人 B， 陷害情人 C， 还是情人 C 因为嫉妒情人 B， 所以利用情人 A 除掉情人 B， 再陷害郑嘉玲？还是情人 A 情人Sir， 我有点乱哎。Sir， 你怎么看？到底谁说的才是真话？所有人证物证都指向周洪涛。不过我总觉得郑嘉玲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。凭我的经验，能同时把3个男人玩弄在掌心中的女人，肯定有她过人之处。她再怎么厉害，也瞒不了我们多久。我已经把郑嘉玲家里收到的所有电脑跟手机全部交给科技组，很快我们就可以挖出她所有的秘密。我们现在重点调查郑嘉玲的背景和她在案发当天的动向。Yes, sir. 你这已经是第3晚了，你没事吧？三元叔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会看着他的。哦，我去忙我的啊。你刚才为什么跟嘉玲说那些话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我之前还以为周爸和嘉玲只是纯粹的老朋友，现在看来他们的关系没那么单纯，可能已经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了。周妈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难道这些年来，周妈一直在忍着？那她不是很委屈？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她？当年。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？你看到周妈在哭，对吗？是不是嘉玲对她做了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真正的第3者是你。你不要吃这么快，小心呛到。可是姐，我很热。头也很痛。好，不说了，我不问就是了。我要回家。好，我们回家。你
你弟弟没事吧？我们家出了一点事，他心情不好。唉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我女儿最近也是出了一些情绪上的问题。月琴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应该是为了她老公吧。其实一开始我就反对他们来往，可是她偏偏不听我的话。我上次在附近的游乐场看到雨恩，她躲在角落哭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爸爸妈妈经常吵架，让她很难过。可是我每次问阿晴，她都跟我讲没事没事没事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帮她。她可能是不想你担心，才不跟你说的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月琴需要帮忙，可以带她去接受心理辅导。哎，你这个建议不错哦，谢谢你啊，可琳。啊，你的钱收好。我是有一些关于心理学的问题想要问你。这是我的专业领域，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吧。人会不会因为小时候经历过创伤，而导致性格变得内向，不善于社交，情感表达方面也会因此受影响，变得有些迟钝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心理创伤是会导致自我概念不清晰、自我评价降低，进而影响社交功能。不过，先天的生理因素也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出现情感障碍。你说的是不是舒恒？为什么会突然觉得舒恒小时候受过创伤？这只是我的猜测，舒恒也不是很清楚。只是说小时候好像看到周妈很难过的在哭，问她具体发生什么事，她却说不出。再问多几句，她就说头很痛、很热。有些人会无意识地压抑着创伤事件相关的部分记忆，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。尽管这些机制只是暂时可以减轻痛苦，但是创伤记忆还是不能完全被遗忘。也就是说，舒恒有可能是被刺激到，才会想起那段痛苦的回忆。比如说，他看到类似的场景，又或者是遇到创伤事件相关的人事物，都可能会触发他想起那段经历。那我要怎么帮到他？建议你先跟舒恒谈，让他意识到他自己的问题，鼓励他面对，然后寻求专业的咨询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跟舒恒谈一谈。谢谢你啊 ，Dr. 苏。我也想帮舒恒克服他的心理问题。姐，头还痛吗？不痛了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挺幸运的，来到一个幸福又温暖的家。可是怎么都没有想到，周爸竟然会做出这种事。最让我心疼的是，周妈那看起来幸福的笑容，背后却隐藏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和忍让。你可能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，所以从小才会失去了笑容。是这样的吗？我知道你不想记起那段记忆，但是逃避不能让伤痛消失，反而会让你永远活在痛苦中，继续受到那段记忆的折磨。你要知道，无论那段记忆有多么痛苦，你不是一个人。我不知道。我知道我弟弟是最勇敢的，相信自己，你一定可以克服。我会陪你一起面对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
出于嫉妒杀了 Sean， 为了自保，把所有的罪名推到嘉玲身上。这些都是那个女人跟你们说的。她还说你们因为 Sean 起了争执。最毒妇人心。你们难道看不出来，她的说辞是漏洞百出、站不住脚吗？你到底想要说些什么？这不是很明显吗？首先，如果我要除掉 Sean， 为什么要找一个我完全不认识、无法信任的杨欧文呢？反而是嘉玲更有可能找杨欧文动手，因为他是他的小狼狗，狗是不会咬主人的。再者，我是一个有经验的律师，我怎么可能笨到把那么重要的关键证据 SIM 卡留在我的公事包里，不在案发之后丢掉呢？这摆明就是栽赃嫁祸嘛！还有那个外劳，哎，外劳，你们找了没有？只要找到他，就能知道谁托他买的 SIM 卡。我们知道该怎么做，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。你们要是有能力，我不会在这里了。我跟你们说过，嘉玲是个手段非常高明的女人，这一切都是她策划的。教唆杨欧文嫁祸于我，你们发现不了吗？你也知道查案讲究证据，你一口咬定郑嘉玲陷害你，证据呢？当初要不是我拒绝他教训 Sean， 他不会反咬我一口。嘉玲是不是现在还是否认他曾经让我去教训 Sean， 对吧？郑嘉玲坚持没有说过这些话。她很明白杀人是个很严重的罪行，就算不满 Sean 骗了她的钱，也绝对不会为了钱杀人。对，但是他会为了感情杀人。这些话你还是在法庭上跟法官说。我们现在只是想要通知你，检察官已经决定以教唆杀人罪来起诉你，继续扣留你。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绝对不会认的。我一定会证明我是清白的。Sir， 我刚收到通知，那个买 SIM 卡的外籍劳工再次入境我国。那你赶快去找他，看他能不能认出托他买 SIM 卡的人。Yes sir。哇 ，Sorry， 赶着去偷懒啊！没事吧 Sir， 这是一个新证据，是周洪涛的助理梁世元拿来的，里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录音。我的诚信被他毁了，我以后在这个圈子怎么立足啊？不行，我要他付出代价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就当你没有代言诗人，钱的损失就当交学费了。不行，不能就这样子算了，你一定要帮我给他一个教训。你不会为了一点钱要教训上吧？是他自己不知好歹，我真的咽不下这口气。这些年来，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，你最了解我每个心思、每个决定。我们之间的感情是无可取代的。如果你不帮我，真的没有人可以帮我了。根据这段录音，你在今年的7月20号曾在自己的住家要求周洪涛帮你除掉 Sean， 你怎么解释？他不可能有这段录音，我没有说过这些话，这段录音是假的。你们想要陷害我？是不是因为发现 Sean 不只骗了你的钱，还在感情上背叛了你，所以你才对他动了杀机？这不是真的。嘉玲说过，她只爱我一个，她不会骗我的。他一直都在骗你。郑嘉玲和周洪涛有30多年的感情，你们才认识5年，怎么跟人家比啊？而且郑嘉玲已经承认跟 Sean 有一腿，才会那么的积极帮他招揽投资者。嘉玲跟 Sean， 不可能。难道郑嘉玲没有跟你说过？嘉玲说过，我是她的唯一。你是唯一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，被绿的都快发光了，你还把人家当成女神供奉。你就是因为太好骗，郑嘉玲才会玩弄你的感情。这种女人不值得你为她牺牲那么多。再告诉你一件事，买 SIM 卡的外劳重新入境我国，我们的同事已经跟他联系上了，很快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人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是无辜的。嘉玲会骗我？不可能。
能的。发生什么事？你为什么会受伤呢？是不是有人对你动手？是我的工作伙伴栓，我发现他做假账，骗了我跟投资者很多钱，我就跟他吵了起来，他推了我，也弄伤了我。他竟然敢动手！我是男人。其实我最心疼的是那笔钱啊！我原本打算用投资赚来的钱，给你开第2间健身房的，怎么知道现在全都泡汤了？我真的很笨，我太相信他。对付这种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报警。走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报警啊！他已经警告过我，如果我去报警的话，他会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，说我是主谋，到时候来个鱼死网破，我就遭殃了。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告诉我，你要我怎么做？这件事情是我自己惹的，我不能牵连你。我不怕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谢谢你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。杨欧文还说，郑嘉玲有教他，一旦被警方发现是预谋的车祸，就要把责任推给周洪涛，让他成为替死鬼。这个女人好有心机。不过杨欧文的口供前后矛盾，郑嘉玲到现在还是不肯认罪，要起诉他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。不急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你终于回来了，那个外劳怎么说？先让我喘口气吧。再找不到证据起诉郑嘉玲，我就让你断气，信不信？是，我要申请保护令。你还是快说，不然连神都保护不了你。那个外籍劳工说，是一个女的，确定她过2天要回国之后，就给了她100块，托她买信卡。虽然当时这个女的是戴着墨镜，但她还是从照片认出来了，这女的就是郑嘉玲。看他这次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哎，那个外劳才刚离境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说起来也挺可怜的啦，她原本是要回国结婚，没想到她的未婚妻出轨，怀了别人的孩子。为了远离伤心地，就决定回来继续赚钱了。女人真恐怖，狠起来，什么事都做得出。男人最好不要随便得罪女人。你看周洪涛就是因为这样子倒大霉啊，无辜被牵连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，周洪涛也不例外。不要动周妈的盆栽。你们去哪里了？我从警局回来就没有看到你们，打电话你们也不接。我知道你们不想见我，我承认对不起你妈。可是感情的事情没所谓对错。再说我和嘉玲，我们早就在一起。走向会伪装的伤，倘若真相会说谎，那又何妨？不哭不笑的装，不偏不倚的装，像迷路的光，失去了方向。一页一页翻遍遗憾的过往，如果谎言被释放，埋葬真相，是真是假的他，至死不渝的谎，我却在你身上看见了黑暗中的光。昨日还是
是什么？